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今天是10月9号，要测试一下马来西亚海关那边的 VEP 系统执行的怎么样了。因为10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政府说是必须要有 VEP tag， 新加坡的车才能进马来西亚嘛。所以这2天看网上的评论，好多新加坡车不敢去了，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的人还没申请，有的即使申请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检测顺利啊。所以今天去看一下过关是不是一切顺利，这个 VEP 的 RFID tag 是不是能顺利检测出来。如果检测不出来的话，会发生什么？网上看到的报道是说，现在过关反倒车少了，因为好多新加坡车都不敢去了嘛。那边新山那边的好多商家也觉得人流量少了，新加坡去的人比较少了，影响他们生意了。具体情况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车已经申请安装好了那个 tag 了，但是我申请的这个过程里其实也遇到好多麻烦，不过最后还算顺利拿到了。如果有观众申请这个 VEP tag 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留言问我，我尽量回答。在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我是怎么申请拿到并且安装 VEP RFID tag 的，又遇到了哪些问题，怎么解决的。看来车确实是比较少，因为通常我们去新山的时候，到这个桥这儿，就是前边这个桥要上桥这个地方，通常就开始堵了，车就要慢慢开了。今天看车不多，所以确实交通没那么拥挤了，大家都不敢去了。等一下到海关看整个过关的这个时间需要多长？通常最少过关，从这儿排队开始到过关最少要半小时40分钟。看看今天是要多久？现在3点28。看来车真是比较少，我们不用减速，直接就到这儿了。平常排到这儿怎么也得15分钟吧，今天直接就到这儿了，马上就到关口了。到海关那是不让拍的。现在3点35，已经出了新加坡了。过海关本身也就2分钟吧，前边几乎就没车。现在这个桥上也是没什么车。看来一切顺利，希望一切顺利。In 500 meters, continue onto Johor Causeway. 往常这儿早就开始排队了，这已经马上就临近马来西亚海 In 关了。400 meters, use the 这儿 left 还 lane to stay 没 on 什么 Johor 车呢， Causeway. AH2. 就到这个拐弯这儿还没车，马上就要到他们柜台了。真切， Use the left lane to stay on 觉得 Johor 天天这 Causeway. 样就好了。真切，没车还觉得还不暗爽就完了，还觉得哎呦喂。不知道再 In 400过1个月 meters, use 会 the left 怎 lane 么 to 样， turn slightly 车 right 又 to 多 stay 起 on 来了。 Johor Causeway. AH2. 直接到这儿了，简直 Slide right. 直接到这儿了，一辆车没有，这也太快了。哇，这，哎呦我的妈！别拍了啊！现在3点39，天哪，已经过来了。不可思议啊！就是啊，这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已经过了海关，马上就要上高速了，太顺了。刚才过马来西亚海关的时候，就不用去用那个Touch 'n Go 卡了，不用拿出来，根本就，它确实是会自动检测到那个 tag， 收了20马币的过关的费。然后手机 APP 马上就会有一个信息告诉你已经扣款了，还挺顺利，一切顺利。海关不堵，但是新山自己堵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注册和安装 RFID Tag 的过程和遇到的一些问题。既然你在看这个视频，所以肯定知道 VEP 是什么东西，这我就不再解释了。VEP 是2017年马来西亚政府就公布要实行的，所以我2019年就去注册了。大家肯定都知道，注册 VEP 是到 VEP.jpj 到 gov 到 my 这个网站上去做注册账号，登录车的信息、个人信息，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切顺利。我2019年9月份的时候就给我原来的车成功的注册了，然后也很快收到了 confirmation slip， 说明注册成功。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换了一辆车，我又注册新的车，也是还挺顺利。但是仅仅注册 VEP 并不管用，还需要一个 RFID tag， 这个 tag 要和你的 Touch and Go eWallet 连接起来，这样才能从 eWallet 里面扣钱。这个时候就开始遇到麻烦了， VEP 账号和 Touch and Go eWallet 怎么也连不起来。因为注册 Touch and Go eWallet 的时候，我用的是新加坡护照号，不是新加坡的 IC 号码。我也不记得是新加坡人只能用护照号注册，还是有2个选项，而我选了用护照号注册。总之 Touch and Go 用的是护照号码，但是 VEP 账号注册的时候只能用新加坡的 IC 号码，这2个号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系统没办法把这2个账号连接起来。我在 Touch and Go eWallet 这个 APP 里面翻来翻去，也找不到从什么地方能把护照号更新为 IC 号码，所以只好发 email 给 Touch and Go 公司。有的 email 他们会回复，有的 email 不回复。回复的时候有可能2天就回复，也可能过了1个月才回复。在发了很多 email 以后，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个人是删除 Touch and Go eWallet 账号，换了另外一个手机号码重新注册。在网上看到有的人是通过直接打电话给 Touch and Go 或者用 online chat 来解决的，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会不会顺利，要用多长时间，但是有人是这样解决的。第3个方法，在最新版的 Touch and Go 里面是有一个更新 IC 号码的功能的，点这个按钮，用户可以输入自己的 IC 号码，这样 Touch and Go eWallet 里面就既有护照号也有 IC 号了。第2个可能有的人会遇到的问题是，买了2手车怎么办？原来的那个车主已经注册了 VEP， 第2个车主该怎么办？至少在现在的 VEP 账号里边，其实是有一个 deactivate 功能的，就像我的老的那辆车一样，我卖了车以后，马上到我的 VEP 账号里边去 deactivate， 这样新的车主就可以去注册他的账号了。第3个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登录 VEP AMS 这个网站的账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VEP 这个系统注册的时候是用 VEP 到 JPJ， 但是领取 tag 的时候要到 VEP AMS 这个网站。为什么要放2个网站呢？这不是一个功能吗？为什么不放在同一个地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总之，你需要去登录 VEP AMS 这个网站去领取 RFID tag， 但登录的时候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解决。在 VEP 这个网站把车注册成功以后，你会收到一封 email， 告诉你已经成功注册了，里面有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这个链接去 VEP AMS 网站再登录，在那个里面去领 tag。因为 VEP 系统又延迟了很长时间才启用，所以我注册成功也没去管它，并没有去领 tag。2024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10月份必须启用以后，就必须去领这个 tag 了。但是我找出以前他们发的 email， 点击 email 里边的链接，那个网址是显示错误页面的，打不开。可以看到这个网址的最后面是有很长的一串字符的，我把这串字符删掉，试图从 VEP AMS 这个网站的首页去登录，会发现出错，网站会告诉你账户名密码不对。VEP AMS 网站的用户名密码和 VEP 那个网站应该是一样的，他们会自动同步过来。
我再三确认所输入的用户名密码肯定100%是正确的，但是他就说不对。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突然发现问题在于 email 里给的那个网址后面的那一长串字符。用户第一次登录的时候是必须带着那长串字符的，直接去首页它是不让你登录的，而那长串字符是有效期的，有效期是多少我并不知道。反正我打开 email 要去登录 VEP AMS 网站的时候，那个网址已经过期了。我是在 VEP 这个网站的后台找来找去，突然发现有一个 Resend email 的按钮，按了这个按钮以后，它会发一个最新的网址，里面有最新的字符串，用这个网址才能第一次登录。我本人其实就是做网站的，但是我实在没想明白这个过程和功能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遇到的第4个麻烦，领取 RFID tag。官方给了2个选项，一个是去新山的服务处领取，一个是寄过来。直接去服务处领取，它还会给你安装在车上，当然是最快最方便的。我是8月22号付款想去领取这个 tag， 发现能预约的时间已经到11月底了，所以我选择寄过来。9月21号网站显示这个标签已经寄出来了，正好1个月时间。10月4号我收到了标签，这个过程还算顺利。现在新山已经有3个服务点，新加坡 Woodlands 也开了一个新的服务点，都可以领取 tag， 但是都需要先网上预约。如果你能抢到预约的时间段，那当然最好，如果抢不到，就选择邮寄过来也挺好，自己安装其实很简单。最后一步，安装 tag。有的 tag 是可以装在车窗左上角的，有的是要装在左车灯上。我收到的 VEP tag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第1步、第2步就按照它的说明做就好了。上面有明确的讲，我收到的是要装在左车灯上的。我是建议就老老实实装在左车灯上。整个系统已经有这么多坑了，自己就别给自己再挖坑了。安装好 RFID tag 以后，需要拍照片，在后台上传这张照片。照片需要清楚地显示出你的车牌号和安装的这个 tag。这张是我上传的照片。网上还有很多人说上传照片以后，这个申请被拒了。我的建议是，别玩任何花样，就老老实实按他说的装在左车灯上，拍一张完整的照片。我上传完照片以后，2个小时就收到了 email， 说这个 tag 已经 activated 开通了，比我想的要快得多。所以10月9号我们就去新山测试了一下这个 tag 是否正常工作。大家从前面的视频也可以看到，一切 OK， 系统能检测出这个 RFID tag。移民局官员在护照上盖完章以后，前面的杆自动就抬起来了。它转购e-wallet显示已经收了20马币的过路费。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谢谢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